這些在社宅兩房套房住出來的人哦，結婚生小孩什麼，他的剛需就是因為三房這種東西居然在社宅供應都是稀缺的。然後你要不要看看現在社宅供應兩房，好，供應套房哦，占其大宗，大概就占90%哦，8成9成了。坊間的建商哦，年輕人喜歡新房子哦，屋齡蓋出來比較輕的案子，或是那個預售屋，現在一個案子多少兩房啊？我就認為未來兩房供應會過剩哦，就是兩房不會跌了，但是就你也難賣，因為你想要賣，你賣這個價，就有人一個兩房甩出來，然後賣的比你還便宜哦，就這樣哦。兩房的供應會過剩，可是三房的供應會逐漸稀缺。高雄社宅大爆發，2.9萬戶即將完工，對房價影響大解析哦。先說結論，2029的社會住宅會超級多，但大多都是套房跟兩房哦，對房市的影響有限。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哦。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自產中古屋要準備多少錢，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高雄蓋了多少戶社宅，這是我們來聊高雄社宅哦。來，先看這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高雄市社會住宅急起直追，明年底將有5314戶完工。那內容是這樣哦，高雄已經完工的社會住宅已經完工哦，那608就被酸了。然後現在陳其邁陳市長上任以後急起直追，社宅的目標數是29275戶，那其中12812戶新建中，1251戶完工，明年底會有5314戶完工，這樣真的是很猛烈，真的很猛。然後看這一張進程推動的圖，你看一下，這可能不是很清楚哦。那我沒有找到更高清的，但沒差哦。紅色的地方是規劃設計的時間，藍色是施工的時間，然後我畫橘框的地方，這是今年。那這張圖它表達的事情是，我現在拼命在蓋社宅，然後2026開始會陸續完工，到2029都有社宅完工，這樣哦。所以你要知道高雄哪邊會有社宅哦。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說哪邊會有社會住宅。好，這張圖是高雄的中央興辦社會住宅計劃，我幫你算好了，總共37處，很多，真的很多，規模有大有小。那網址我放在資訊欄哦，你有興趣的話就去資訊欄看。那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來念一下哦。橋頭區3處，楠梓區2處，仁武區2處，左營區10處，三民區4處，前進區2處，前鎮區4處，鳳山區8處，小港區2處哦，有沒有超級多的？那這些是包含未完工，所以未來都會去蓋好，這也很快啊，20292029你從現在起算，你那個5年都還沒跑完然後社宅大量完工還沒完哦。然後我剛才講的這個是屬於中央哦，還有高雄市自己建的部分這本來就是這樣，就是說中央自己會去蓋中央的住宅哦，叫住都中心，然後地方縣市政府自己也會去蓋住宅哦，所以有2個供應哦。來，你看這張圖。都發局強調，未來市府將持續與國家住都中心合作，或採公辦都更、捷運聯開等多元方式增加社宅存量。也就是說，高雄未來的社會住宅會遠遠多於現在新聞講的2.9萬戶，真的是很誇張哦。應該3萬戶、4萬戶是做得到的，這個是真槍實彈蓋出來的呢。這不是說什麼房東簽約變成社會住宅。最後你要知道，社宅會讓房價跌嗎？好，那我知道接下來就會有人這樣講，社宅蓋那麼多，高雄房價會跌啦哦。幸好我沒聽你的話來買高雄，不然怎樣，然後看空一組狂喜。你看我們的呼籲還是有用的哦，國家照顧我們，蓋社會住宅，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哦，來我們來細看一下哦。這一張是橋頭的清風安居哦，這些還在蓋，總戶數1594戶，超大的社區呢，超級大。你外面大概15樓高的電梯大樓大概2棟3棟組合成一個普通的案子的社區嘛，大概就提供100多戶100多戶那這個已經是可能你家社區就差不多100-200戶這種規模，你自己看看，它一下子要提供1594戶這是1600戶超大的社區超級大呢。好，來看它的房型規劃來一房1029戶1500戶，我們算1600裡頭1030就算是一房，就套房房型2房463，三房102就這樣啊。套房是海量的供應我們再來看一間這間是鳳山的勝利安居 A 它還沒開工，總戶數又來了1865戶，很大呢，這真的很大，1800房型規劃套房838，兩房
923，三房104。社宅是跟三房有仇是不是？好，你有沒有看出什麼貓膩？看不出來嗎？好，來，我要講清楚一點。清風安居總戶數1594戶，三房102，占比 15.9%。勝利安居 A 總戶數1865戶，三房104戶，占比 18.7%。對呀，你看，為什麼不是居住正義嗎？安居樂業嗎？怎麼套房多成這樣？套房的人怎麼成家嘛？很難成。成家我們結婚吧，我們一起塞個套房，不會嘛？對啊，那為什麼三房這樣蓋起來不到2成？以後這個青年結婚生小孩怎麼辦？所以政府這是不是已經變相在暗示你說，那個社宅只是保你一陣子而已，你還是要自己為你的人生負責，就是這樣嘛？我沒有辦法管你到什麼結婚生小孩那你也不要說政府很邪惡我跟你說，你是市政府，你也會這樣幹你會這樣幹。你看我蓋出來的三房是1戶的正績啊，我蓋套房也是1戶的正績啊。然後你看那個數字衝成這樣，我要去衝數字的 KPI 的話，我們大家都上過班，不用裝傻。我要去衝數字的 KPI，我當然是蓋套房啊，不然呢？就是這樣啊。我蓋三房，我如果三房這樣全部都蓋起來，我可能只能蓋出個300多戶的三房，然後就被罵了。社宅你蓋那麼久，就300多戶，搞什麼東西？那我蓋套房，你看可以破1000戶，就這樣啊。政績好看就會是套房很多，多蓋一點套房。它能夠把三房弄到15%以上，已經很有良心了真的是很有良心了。因為有其他社會住宅更扯，那個三房的比例完全不成比例。然後你看這個1房跟2房又有機會怎樣快速輪替就是我們之前講的一對小夫妻，只要遇到小孩出生，他們真的會需要去換成三房，這是需要了。只有台北新北那房價超高的地方，想辦法在那邊收納魔法那住起來還是很拮據啦就是三房還是比較，至少我是這樣看，叫三房叫做適合人類居住。我在高雄呢，我不是在台北新北台北新北的話，那就加減住，都在高雄了，還在那邊1+1，還在那邊2房，很奇怪所以這些住社宅的套房或是2房的人，只要發生了結婚生小孩，就勢必須要搬走嘛。而且它本來就是只供應你一定的期限所以它不會保你一輩子的那你的人生階段很可能會發生在你住社宅的時候怎樣結婚或是幹嘛有沒的。好，那即使你已經結婚了，然後你入住社宅2房你之後期限到你還是要出去就是一個給你過渡的東西那我的房子就又空下來可以給下一個人用。政府要的就是這個輪替的現象這樣才有機會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去使用到，合不合理？非常合理不愧是學者就是都這樣那你說這個社宅會影響房市嗎？我個人認為不會，因為它還是逼大家不得不買房子，而且是比方說你6年你出去不好意思，你要去獨自單挑面對6年後的房價，你想到你會不會怕？然後政府會覺得你有6年時間，你好好工作上班存錢就這樣居住我們幫你處理啦。就住得那麼舒服，誰真的有辦法6年以後這樣存到一筆頭期款，然後就來買？很難真的很難因為花錢太簡單，存錢太困難，就是這樣。除非你就覺得說你要一個人孤獨終老然後你覺得一個人過還可以，那社宅就是3+3，6年嘛，6年之後你要怎麼辦？不然你就是條件有到那種關懷戶嘛，6+6，12年，12年你也還沒退休對不對？就這樣。對這幾件事情先講，不然怕忘記。就現在不是房地產吹冷風嘛這已經是事實了。那我自己的觀察是這樣跟你分享一下。先說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續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沒有特別的高，也沒有特別的低，就行情這樣。只是說現在的買方分布已經變成說50%是自住換屋那50%是財富傳承，投資客幾乎都離開台北了。那我想這個也不賴嘛，就沒有投資客在那邊惡性炒作那前面講到那個50%自住換屋，自住換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學區所以蛋黃依然非常堅挺那50%的財富傳承那財富傳承講的就是就天龍人嘛有錢的天龍人，那通常都是怎樣？長輩就是看生幾個小孩，然後每個小孩一人幫他們買一間這樣要給小孩的這種屬性。所以他那個也沒有要投資，也沒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財富傳承那你有錢，你要放在全台灣最頂尖的房地產市場來自住換屋或是財富傳承都可以
只是說現在成交在4500萬以上已經是目前的常態哦。我居然還有觀眾哦去買超過1億的大安區房子，然後他們說我台北前輩的團隊服務是非常的頂級啊，他們的家族很滿意這樣。對，所以你要看那些財富傳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學區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輩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頭貼那個是助理在顧的那他們會不定期的 po 這些房子給你參考。OK 啊，那講完台北講高雄高雄的情況是也一樣市場降溫那之前的亂買亂出價族群就不見了，我認為這樣很好。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專心瞄準重大建設，就比較不會有那外行亂出高價的亂，你知道？那自從我拍了會員影片我會員影片不是都會拍重大建設嗎？那陸陸續續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設有，楠梓台積電到凹子底3大開發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劃、新高雄火車站，到亞洲新灣區你們觀眾很奇怪我拍一個重大建設，你們就跟着買一個重大建設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沒想到說，這個觀眾好像比我還有信心買的比我還貴，買的比我還多真是蠻誇張那看好高雄，你瞄準重大建設，就找我推薦的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賣還是要買那你就給他們一條龍就好了，就跟我一樣，我過去10幾年都是他們處理的，這是真的那我付的仲介費這樣子加起來早就超過7位數，那你看我還是願意推薦他們就是真的很沒問題嘛很專業很 OK。 他們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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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個 go那他們有答應我說會 po 在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過就是專門給買房阿元的觀眾。那這些房子都怎樣，都適合自產，也都在重大建設旁邊，你可以加那個 LINE 來看看高雄沒有台北那麼貴祝你自產順利，來高雄玩得開心，讚讚。我現在沒有要酸政府或者怎麼樣講政治，我要表達的事情是說，以居住這件事情來說，政府在台灣就是一個協助 support 的角色，它不是幫你負責任的角色。就是你像歐美嘛，北歐高福利國家，我們大家租房也沒差，租房也是敢結婚什麼，就是有政府去兜底嘛，政府出來做莊說，不要緊，打開稅出了後那我們台灣是說。保障都保障在房東這裡，你看那個基泰大直有沒有打下去？裡面有那個隔套收租的那些租客怎麼樣？沒怎樣沒拿到什麼，就是法律有保障都在保障屋主，那就很傾斜，那很傾斜就傾斜到說，反正你這樣看看，我還是買個房子比較才屌啦大概就是這樣子講。OK， 好，就我們華人社會就是買房子這件事情，怎麼會是政府的事？這是你家的事那你要為自己人生負責啊，就這樣，那就變成說政府也不是沒有進步就變成說，你看現在也是。千呼萬喚使出來了一個社宅社會住宅這個東西出來，有沒有人在住？有嘛，就這麼多人在住嘛，所以你說它有沒有用？我會說當然有用，這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漸進式的過程，沒有那個政府那麼厲害啦，像電燈開關這樣開跟關一按下去，什麼東西都解決了，沒就有代誌，它漸進式的過程，現在已經提供到了6年的保障6年的 support， 那就看接下來會怎麼處理。不是有風聲傳出來嗎？使用權住宅，那接下來建商也很多地上權的案子都是方式慢慢調，慢慢調。我們現在還不算有一個很明確的作業可以去抄，新加坡的那個應該是不太敢抄。總之就是有沒有在做事？有，市場有沒有用？有用，會不會影響房價？我個人認為不會，它就是把需求延後。你出來以後，你還是要獨自面對市場中過了6年後的房價。6年後，你不要說漲或是跌啦，把需求延後，你還是要去處理就很像我講這個也不知道合理不合理。我看新聞什麼往大陸不是什麼逃兵啊，然後躲避兵役嘛，他閃兵閃成這樣，現在又被抓進去了。然後現在好像有一個案外案什麼有沒有？我是要表達說，為什麼他選擇不當兵？不是說什麼軍隊裡面多苦或什麼，他的理由一定很正當。他就說沒有，這樣會影響我的事業發展，對不對？一定的嘛，因為他是藝人啊。然後你看他現在紅，他就離開了兵役，然後去耕耘了他的演藝事業，什麼大平台。以後他現在康漲變高很多嘛，在這種時候被抓去當，你說他當初是不是就去當就算了？這個代價不會那麼大。那現在當紅，然後在對面然後很不錯的情況下被抓去當兵，他這個代價就很大。當然，誰知道啊？他可能那時候去當個兵就泯滅於眾人之際，那就這樣。所以
就不一定。我要表達的事情是，買房這件事情就很像男生服兵役，就遲早的事情。那你看你是要閃到社宅裡面去躲6年哦，那你還是要當啊，你還是要面對買房這一題啊，那你還是遲早要面對。然後6年后的房價，你認為是比較高還是比較低？哦，各種流派、各種說法都有，少子化怎樣好都有，這我都知道。但我自己身體力行，我的選擇是，我就先買了嘛。對啊，就這樣。因為我們會挑啊，我們會去看說，一個還未完工的重大建設能帶來大量工作人口的重大建設的這個區域裡頭，我也不是挑什麼好房子哦，我就挑那個20年、30年中古屋，這來一個所謂的敗無可敗。那來敗無可敗的，那我怕什麼？那我就買了。像你們都在講說，你可能會聽到說，哦，那很貴，那裡很貴。沒有，我就是在貴的那一個地方裡面想辦法去找到很便宜哦，你看都看不上眼的中古房子，它就會隨這個大環境就一起起來。尤其在重大公共工程落成以後，就做這種敗無可敗。這就是我面對買房的態度跟觀念，我就上了哦，那就這樣分享給你我看，我也不一定是正確的啊，誰知道呢？地緣政治風險，誰知道呢？對。但是我們就控制我們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嘛。如果今天現在就斬釘截鐵的說對面幾月幾號就會有什麼動作，這種斬釘截鐵的出來，市場自己就會反應啊。現在就是沒有嘛，過去20年就沒有嘛。那我們就只能控制我們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做自己能負責的決定。我的決定早早就上車了，那就這樣分享看看。再來還要講一個東西哦。我前面花了那麼多篇幅在說社宅就是需求延遲，你出來要面對6年後的房，應該沒有人不續約哦，所以就6年後的房價好，這是一回事。還有我在綜合我以前影片那邊講的，我說市場供應兩房太多，是我買中古大樓的正3房平車，有吧？都有印象吧？你有在看的話，為什麼來接這些人呢？這些在社宅2房套房住出來的人哦，結婚生小孩什麼，他的剛需就是因為3房這種東西居然在社宅供應都是稀缺的，然後你要不要看看現在社宅供應2房，好，供應套房哦，占其大宗，大概就占9成哦，8成9成了。坊間的建商哦，年輕人喜歡新房子哦，屋齡蓋出來比較輕的案子，或是那個預售屋，現在一個案子多少2房啊？我就認為未來2房供應會過剩哦，就是2房不會跌了，但是就你也難賣，因為你想要賣，你賣這個價，就有人一個2房甩出來，然後賣的比你還便宜哦，就這樣哦。2房的供應會過剩，可是3房的供應會逐漸稀缺。好，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啊，3房漲，來我講一個道理給你聽，就是我們做的不是中古嗎？奇怪，我買房我會做中古啊，對啊，我做的是中古20年呢，不是什麼屋齡8年9年那個我叫中古，我中古是古到大概20年25年呢，到這種程度的中古。然後我是正3房平車的這種產品，你到時候哦，你住那個新2房新燦爛2房哦，然後因為結婚生子什麼，你要換到3房的時候，你去挑新3房，你要不要看新3房的價錢到什麼程度？可是我的中古3房平車是不是很 OK？ 是不是很安全？你說不定你就是那時候新2房的總價，你就可以買這個中古正3房平車了，那就順利換屋了。對啊，我會認為說這邊競爭比較少，而不是說哇那個海量的你也去跟人家2房，你2房以後怎麼弄？我們就是在3房等這些結婚生子了，少子化哦，離婚率高，總是有人結婚的嘛。對啊，你幾間房子？你30萬間房子哦，你怕你？對嘛，我們大家手上房子都沒那麼多，沒人驚啦。還有一個劍走偏鋒的解法是4房正4房3代同堂格局，這個還現在講。